有人說他是萬人敵，有人說他是雄虎之將。更令人诧異的是，這些評價都是來自他的敌方生物。能讓敵人陣營談之色變的人，在整個三國時代加起来不超過2個。但就是這麼一個人，最後不是死在戰場上，不是死在敵人的手裡，而是死在自己營帳的床上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 Carlo， 今天我們來聊張飛張翼德。我們在之前的節目有講過他的一些零碎事件，但評論區的朋友敲碗多次，所以今天這期視頻我就帶大家翻開《三國志》，来看看正史裡的張飛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。張飛字翼德，涿郡人，和劉備同鄉。這裡要糾正一個最基礎的錯誤，正史裡的張飛張翼德是益州的益，不是羽翼的翼。古代的詞彙量少，這裡我們無從判斷究竟是抄寫錯誤還是羅貫中故意為之。咱們今天以《三國志》為主，今天這期節目我們就叫他張翼德。正史裡關於張飛的出身和樣貌全部空白，在劉備創業階段，史書記載張世平和蘇雙這2個馬商資助劉備，所以張飛大概率不是演義裡那個頗有莊田的大地主。正史裡只有一句話：少與關羽俱是先主，也就是說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跟關羽一起追隨劉備了。我們在之前的節目有說過，如果一個人長得帥，史書一定會記載，比如諸葛亮身長8尺，容貌甚偉，像周瑜長壯有姿貌。但我們還說過，張飛是一個儒將，寫了一手好字，所以我個人預判，這個張飛的形象應該和趙雲差不多，是一個儒將形象。但是呢，他的樣貌、他的身形，我們無從得知。史書沒有劉關張桃園結義的記載，但有說過他們之間寢則同床，恩若兄弟。所以有沒有儀式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從劉備討伐黃巾的後期出席各種場合，關羽和張飛都在劉備兩旁，終日侍立。也就是說，說他們是異姓兄弟一點都不過。西元196年，劉備接手徐州，然後劉備帶兵去盱眙、淮陰一帶攻打袁術，留张飛守下邳。結果呂布趁機偷襲下邳，張飛兵敗，劉備的家眷被呂布全部俘虜了。這一戰也直接成了張飛職業生涯中最大的一個污點。關於下邳是怎麼丟的，咱們今天好好聊聊。史書記載有3個不同的版本。在《三国志·先主傳》裡面記載，曹豹在城裡面造反，主動聯合呂布，裡應外合，一起襲擊的下邳。後來裴松之引用《英雄記》的記載，是張飛要殺曹豹，曹豹為了自保，然後被迫聯合呂布攻打了下邳，最後導致張飛兵敗逃走。《三國志·呂布傳》的記載，劉備的手下許丹派人去跟呂布通風報信，說張飛殺了曹豹，城中大亂，然後裡應外合，配合呂布拿下了下邳。這3個版本裡面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除了呂布偷襲以外，最核心的就是下邳城有內應，而這個內奸不止曹豹一個人。所以總而言之，這一仗張飛丟城丟嫂子更丟人。下邳丟了之後，劉備無奈，只能主動和呂布去求和，屯兵小沛。不過呂布這個人，我們之前有講過，他是一個靠不住的人。他覺得劉備是一個威脅，便派高順來攻打劉備。劉備又向曹操求救，曹操先是派夏侯惇來救援，結果被高順揍了一頓，給揍回去了。刘備頂不住了，直接跑路去許都投奔了曹操。西元199年，張飛跟着劉備、曹操一起攻打下邳，殺了呂布。回到许都以後，曹操表張飛為中郎将。西元200年，1代趙事件爆發，劉備斬了徐州刺史车胄，然後讓關羽守下邳，自己跟張飛屯兵小沛。結果曹操親率大軍，關羽被擒，張飛和劉備一起投奔了袁紹。也正是這一年，發生了一件極具戲劇性的事：夏侯淵的侄女在出門打柴的時候，被張飛給掳走當了老婆。而这個老婆就是張苞的生母劉禪的丈母娘，所以從血統上來講，蜀漢的皇后和曹魏是表親。從196年下邳失守到208年曹操南征，這12年間，張飛基本上就是跟着劉備一路跑路，沒有任何獨立的戰功。
到了西元208年，曹操挥师南下，進攻荊州。劉表病逝，刘琮投降。劉備當時在樊城，聽說劉琮投降，便帶着大批百姓南下，準備去江陵。這就是演義裡攜民渡江的橋段。劉備帶着百姓一路跑，是他人格最閃光的一筆。當時有人勸劉備扔下百姓，劉備說：“夫計大事，必以人為本。”也就是新三國的橋段。歷代君王均以為大業者以江山為主，但我始終相信大業者不是江山，是百姓。帶着百姓最大的代價是什麼？慢。曹操5000虎豹騎飛奔300餘里追上了劉備，一場混戰，劉備的軍隊被全部打散。此時劉備身邊只剩下諸葛亮和張飛10幾個人，而面對的是曹操親自指揮的虎豹騎，精銳中的精銳。劉備帶着諸葛亮撤退，張飛斷後。此時張飛帶着多少個人？20個。對，你沒聽錯，27。這就是名場面，巨水斷橋。張飛站在橋頭，一人20騎，大喝一聲：“身是張翼德也，可來共決死！”也就是那句話：“我乃燕人張翼德也，誰敢與我決一死戰？”身是張翼逢也，可來共決死！結果呢？史書記載，敵皆無改進者。曹操的虎豹騎，全天下最精銳的騎兵，沒有一個人敢上前一步。劉備成功脫險。這段歷史，《三國志》本傳的原文就這麼幾句話，寫得極其簡略。有人說曹操不敢上前，是因為張飛安排人把樹枝綁在馬尾上，來回奔馳，虛張聲勢。我可以明確負責任地告訴各位，這個橋段是演義小說裡編的，正史裡沒有任何戰術。我們之前說過，曹操的謀士程昱和郭嘉評價關羽和張飛是萬人敵，周瑜評價他們是雄虎之將。注意沒有？這些評價全是來自於敵方陣營，不同的陣營，不同的立場，但對張飛的評價高度一致，這才是真正的公認。所以張飛的猛不是《三國演義》吹出來的，正史裡用事件、用對手的高度評價做了最好的詮釋。赤壁之戰以後，張飛跟着劉備一路平定江南，劉備占領荊州，任命張飛為宜都太守、征虏將軍，封新亭侯。西元211年，劉備應劉璋的邀請，率軍入蜀，留下諸葛亮、張飛、關羽、趙雲留守荊州。這裡發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著名的截江救阿斗。孫夫人想把阿斗帶回東吳，張飛和諸葛亮兩人聯手把阿斗給截了回來。213年，諸葛亮、張飛、趙雲率軍入蜀支援劉備。這一路，張飛打出了他這輩子最漂亮的一仗——江州之戰。江州的守將是老將嚴颜。當所有人都望風而降的時候，這個老頭決定死戰到底。張飛攻破江州，活捉了嚴顏。張飛咬牙怒視嚴顏，喝斥道：“大軍至，何以不降？而懼戰焉！”嚴顏被五花大綁，破口喊道：“卿等無狀，侵奪我州，我州但有斷頭將軍，無投降將軍也。我們益州，我們四川人，只有斷頭將軍，沒有投降將軍。你個瓜娃子，惹錯人嘍！”張飛一聽火了，當場大怒，隨即下令把這個老匹夫給我拖出去砍了。嚴顏面不改色，啄頭便啄頭，何為怒焉？看着眼前如此有气节、如此有風骨的老將，張飛被徹底折服了。史書記載，飛壯而視之，引為賓客，立刻鬆綁，將他奉為上賓。我們之前說過，與善待主武而交於士大夫，非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。張飛對於這種有氣節、有骨氣的正人君子是非常尊重的，因為這段故事裡藏着兩種頂級的人格，這或許就是英雄相惜的氣度。他原本可以砍了嚴顏立威，完全不影響後續的攻城拔寨，甚至還可以說可以震懾後面的益州守將，但他沒有。他看到了一個跟自己一樣有骨氣的硬漢，他願意放下武將的傲慢，伸手把對方給扶起來。能殺敵人的叫猛將，能敬敵人的才叫名將。
嚴顏被感化之後，沿途幫張飛說服了大量的益州守將開城投降。張飛後面的行軍幾乎是一路綠燈，這也算是張飛萬萬沒有想到的意外收穫。平定益州以後，張飛被任命為巴西太守。在西元215年，曹操親征漢中，張魯投降。同年10月，曹操的後方發生了叛亂，不得已班師回朝。回去之後，曹操做了2手安排，第一個就是讓夏侯淵鎮守漢中，第二個就是讓張郃率軍攻打巴西郡。張郃的任務就是把巴西郡的老百姓強制遷徙到漢中去，這就是我們之前節目說過的掠夺人口資源。這個搶人口，它既削減了對手未來的兵源，同時也增加了自己未來的兵源，包括未來的糧食稅收。所以張郃带兵一路推進到了砀渠，強遷當地的百姓。此時的劉備坐鎮江州，張飛率軍進駐阆中迎擊張郃。50多天，雙方僵持不下。我們在張郃那一期有講過，張郃是一個用兵以巧辯著稱的名將，是一個極難對付的對手。所以張飛不跟張郃正面死磕，而是率兵繞道偷襲張郃。我們理解的張飛都是拿着長矛在萬軍叢中取上将首級，如探囊取物的悍將。但歷史上張飛在這一仗是沒有成匹夫之勇的。張郃被偷襲，急忙率軍迎戰，但山道狹窄，曹軍前後不得相救，最後以慘敗收場。張郃一輩子沒打過幾次大的敗仗，僅有了2次。第一次就是張飛這一次，而第二次就是諸葛亮入門道那一次。窮途末路的張郃帶着10幾個親信徒步翻山越嶺，狼狽不堪地回到了南鄭。這算是張飛在整個軍事生涯中最高光的時刻。如果說據水斷橋是個人勇武的高光，那這一仗是戰術上的高光，這才是統帥級的將軍。219年，夏侯淵在定軍山被黄忠斬首，漢中之戰正式落幕。7月，劉備進位漢中王，拜張飛為右將軍。這裡還有一個小插曲，我們在魏延那一期有講過，此時大家都在討論漢中太守的人選問題，所有人都認為除了張飛沒有第二個人選。史書記載，眾論以為必在張飛，非亦以心自許。張飛自己都对漢中志在必得。可結果劉備當眾宣布漢中太守魏延，這個結果讓後世討論了1000多年。有人說這是劉備在告訴所有人魏延比張飛強，那究竟是不是？我們今天好好來探討一下。首先，我們對比張飛和魏延在劉備心中的地位孰輕孰重，其實沒有任何意義，因為2個人的分量都很重。我們要站在劉備的視角，從當時的戰略上來看，此时的目標是什麼？是以益州為根據，進而一統中原。將來伐魏，漢中是出發點，不是防守陣地。張飛萬人敵，鎮守漢中，在我劉備看來，純屬大材小用。當然，魏延也很厲害，但是對於劉備來說，要物盡其用。所以當前需要的是一個執行力強、能夠持重守成的魏延。你張飛、張翼德對我劉備來說另有重用。西元221年，劉備正式稱帝，張飛被封為車騎將軍，領司隶校尉，晉封西鄉侯。同年6月，劉備打出了為關羽報仇的旗號，東征孫權。他命張飛從阆中出兵，江州會合。此時關羽已經去世了2年，這口氣張飛也憋了2年。張飛心裡可能也明白，這也許是自己人生最後一次大戰，他要風風光光的打一場，他要把這口惡氣打出來，他要讓二哥在九泉之下看到三弟來為你報仇來了。可是歷史最殘酷的地方就在這裡，張飛還沒有來得及上戰場，就先死在了自己的軍營裡。史書記載，張飛被帳下的范將張達趁夜給殺了，隨後頭顱送到了孫權手中。一代猛將就此殒命。據說張飛軍中的都督派人給劉備送表，劉備一看是張飛軍營裡傳來的急報，文書還沒看，他就嘆了一口氣，已非時矣。劉備一看張飛軍營裡派人來送急報，就已經猜到了結局。為什麼？因為劉備太了解張飛了。或許劉備早就知道張飛遲早會出事。史書記載，張飛經常鞭打身邊的士兵，劉備曾經多次勸誡張飛說：“卿行殺過差，又日鞭撻健兒，而令在左右，此取禍之道也。你身上的殺戮逆氣太過了，
而且經常鞭打身邊的士卒。關鍵你還把這些打過的兵留在你自己的身邊，這是取貨之道。劉備的話其實已經非常重了，取貨之道這4個字，基本就是在告訴張飛，你這樣下去，遲早會死在自己人手裡。劉備是誰？他太懂張飛了，他知道張飛的勇，也算到了張飛的命。我們在之前的節目有說過，張飛是一個有儒將氣質的，據說還寫了一手好書法。可是面對這種底層的士卒，他卻又是一種冷酷強制且又充滿距離感的形象，太複雜，雙子座人設。還有一個故事也能說明張飞的這種性格。張飛曾經去劉巴家裡投宿，劉巴是荊州名士，出身高，名望高，屬於當時文化圈层裡身份地位都很高的人。結果張飛去了劉巴家，劉巴從頭到尾都不搭理他，人家刘巴壓根就看不起他。結果第二天张飛可能覺得熱臉貼了冷屁股，就默默地走了。後來諸葛亮專程去跟劉巴說，你這樣對張飛不太合適，咱張三爺好歹是一代名將，我們主公的三弟，你這樣太不給面子。結果劉巴怎麼說？劉巴說，大丈夫處世當教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？在劉巴這種名士的眼裡，張飛再怎麼封侯，再怎麼當將軍，再怎麼戰功赫赫，他骨子裡還是那個武夫。面對劉巴，張飛沒有任何动作，甚至沒有惡語相向。可面對身邊底層的士兵，他就是一頓鞭撻。各位想象一下這個畫面，昨天被打得皮開肉綻，今天還要在打理人的帳外值守，給這個人端茶送水。面對這樣的老闆，心裡會沒有恨意嗎？劉備看出了這個問題，所以多次勸誡，但非猶不勸，死不悔改。所以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這8個字，其實就是張飛的命運判刑。所謂君子，不僅是道德高尚的人，他也指當時有身份、有文化、有地位的人。而小人自然也不是壞人，在古義中，小人是指地位低賤的人，比如被他打的那些士兵。所以我们对陈壽的這句評價其實可以這麼理解，就是張飛尊重上層的人物，敬重有身份的人，但對底層的小人物不太在乎，甚至可以說是無視，或者說我就壓根不拿你當人。張飛這一生對蜀漢的貢獻是實打實的。後來劉禪追諡張飛為桓，避土撫遠曰桓。在劉備眼裡，張飛就是開疆擴土、建功立業的大功臣。他跟隨劉備從最落魄的時候一路打出來，參與平定江南、奪取益州，又在漢中之戰前後立下大功。可以說，沒有張飛就沒有蜀漢。他的長子張苞早夭，次子張紹繼承爵位，一直活到了蜀漢滅亡。也就是我們之前說的，張紹親自把玉璽交到了鄧艾的手中，而張飛的女兒後來也被劉禪立為了皇後。講完張飛的這一生，我們會發現張飛最可悲的地方是後人只記住了他的可愛，記住了他的純粹，但卻忘了他的陰暗面。在小說《三國演義》當中，作者把他塑造成了一個嫉惡如仇、粗中有細的英雄，戲曲裡的張飛更是一個黑臉大漢的形象。這個戲曲臉譜中，紅臉是忠，白臉是奸，而黑臉一般就象徵着正義。比如包公也是黑臉形象，但真實的張飛或許是一個長期被身份焦慮撕咬的人。他渴望被上層接納，希望被士大夫認可，他想證明自己不是一個武夫，不是一個兵子。可是最殘酷的是，在劉巴那樣的名士眼裡，他再怎麼封侯拜將，依然不被認可。所以为了和兵子、武夫這種身份劃清界限，他只能用鞭撻士卒的方式去發洩，去做成分區隔。是不是很眼熟？只不過在2000年以後倒反天罡，農民為了證明自己是貧農，也用鞭撻劈透的方式和地主劃清界限。更離譜的是，為了能夠劃清界限，矛頭甚至可以指向自己身邊最親近的人。一個在長坂坡嚇退曹軍的蓋世猛將，一個能跟關羽一樣撐起蜀漢江山的核心人物，最後沒有死在曹操手裡，沒有死在孫權手裡，也沒有死在戰場上，而是死在他最討厭的底層人手裡。或許這就是底
城護漢。這才是張飛最大的悲劇。OK， 關於張飛，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。最後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當年張飛聽了劉備的勸諫，改掉了鞭撻士卒的毛病，他能否順利的趕上伐吳之戰？能否躲過夷陵戰敗的悲劇？蜀漢後來的命運會不會出現一絲變化 ？OK， 把你的想法留在評論區。最後，別忘了點讚關注，有條件的小伙伴可以點擊下方超級感謝按钮。感謝，我是卡洛，我們下期再見。将軍，城頭见密，3军聽我號令，不得撤退。看我先登城頭，立下首功。